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掌门人周继红突然被免职。这位执掌国家队26年的铁腕教头，曾一手缔造46枚金牌的辉煌，更在争议中培养出全红婵这样的天才。他的离开是功成身退，还是暗藏变局？未来谁又能扛起梦之队的大旗？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主播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会为大家深度解读这则人事变动。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26日发布公告，60岁的周继红到龄退休，正式结束执掌中国跳水队27年的辉煌历程。相关公告同时也确认，免去周继红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国家跳水队领队职务，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除此之外，也免去张小鹏乒羽中心副主任、纪委书记职务。这是继蔡振华之后，国内体坛又一位当家人功成身退。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此次人事调整属于正常的新老交替。这一消息迅速在体育界乃至全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要知道，周继红这个名字早已和中国跳水紧紧绑定在一起。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在跳水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中国体育界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回望周继红的职业生涯，那简直就是一部写满荣耀与传奇的奋斗史。1977年，12岁的周继红开启了他的跳水之路。仅仅4年后，他就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中崭露头角，成功斩获冠军。这份天赋和努力让人惊叹。1982年，他顺利入选国家队，正式踏上了他辉煌的国际赛场征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无疑是周继红运动生涯中最耀眼的高光时刻。当时原定参赛的选手吕伟意外受伤，周继红临危受命递补参赛。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他没有丝毫怯场，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心态，以435.51分的优异成绩，一举夺得女子10米跳台跳水金牌，成为中国跳水历史上第一个奥运冠军。这枚金牌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周继红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国跳水项目在奥运赛场上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为中国跳水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年，他还当选美国游泳世界杂志女子跳台跳水最佳运动员，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此后，周继红在1985年的第4届跳水世界杯上，再次助力中国队夺得混合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冠军，延续着他的辉煌。然而，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让周继红的身体落下了不少伤病。1986年，年仅21岁的他无奈选择退役，但他与跳水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退役后的周继红很快就开启了他的教练生涯。他先是回到湖北执教，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家乡的年轻选手。1990年，周继红凭借出色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国家队教练，正式开启了他对中国跳水队的深度耕耘。1998年，对于周继红和中国跳水队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年仅33岁的周继红临危受命，担任中国跳水队领队。彼时，中国跳水队正处于低谷期，在1998年游泳世锦赛上遭遇惨败，198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3大赛中未能染指奥运会项目金牌。周继红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开启了他长达26年的领队生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跳水队逐渐走出低谷，重新走向辉煌。在周继红担任领队期间，中国跳水队在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等重大赛事中屡创佳绩。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他带领中国跳水队在6届奥运会上总共收获41枚金牌，金牌数量在各支国家队中名列前茅。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更是创造历史，包揽了所有8个项目的金牌。这一辉煌成就让全世界为之瞩目，也再次证明了周继红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中国跳水队的强大实力。此外，周继红还率领中国跳水队夺得了107枚世锦赛金牌以及48枚亚运会金牌，用无数的荣誉铸就了中国跳水队梦之队的辉煌。你很棒，要加油哟！除了在国内取得辉煌成就，周继红在国际泳联也有着重要影响力。她是首位入选国际游泳名人堂的中国人，也是世界泳联历史上第1位女性副主席。在国际泳联的舞台上，周继红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为中国跳水队争取更多利益，也为推动世界跳水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余年管理生涯中，周继红计划主导建立的冠军教练团队，培养出郭晶晶、吴敏霞、陈若琳等3代跳水女皇。特别在东京奥运周期，带队包揽跳水项目全部8枚金牌，创造奥运历史最佳战绩。巴黎奥运备战期间，创新引入 AI 动作捕捉系统，将传统经验训练升级为科技赋能的新模式。然而，周继红在执掌中国跳水队的这些年里，也引发过很多争议。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他与清华跳水队总教练于芬的纷争。由于于芬是奥运冠军伏明霞的恩师，这场争斗备受瞩目，最终周继红胜出。周继红一手打造了田亮和郭晶晶的组合，可后来却打压田亮，不给这位奥运冠军参加大赛的机会，致使田亮无奈退役。在2009年山东全运会期间，跳水比赛被爆出分配金牌事件，被指人为操纵，裁判在安排下瓜分了所有金牌，引起全国轰动。周继红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不过，经过一番调查，周继红并未受到影响，依旧稳坐其位。周继红的退休绝非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而是中国跳水一个时代的终结。他的成功源于铁腕管理家精准选材，但他的争议也恰恰来自这种不容挑战的权威。如今，他的离开或许正是中国跳水从强人模式转向体系化发展的关键转折点。郭晶晶成为国际裁判，或许是周继红留下的最后一招棋，但未来的领军人必须找到竞技成绩与商业价值的平衡点。周继红的离开不是终点，而是中国跳水新篇章的开始。他的铁腕曾铸就辉煌，但未来的梦之队或许需要更开放、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全红婵们的时代才刚刚启幕，而谁将成为下一个掌舵人，将决定中国跳水能否在荣耀之外真正走向世界体育的舞台中央。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你怎么看周继红的免职？是功成身退，还是改革必然？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头浑身掉渣渣，冲破天际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